朋友们，美国这2年干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本来想把中国往死里整，结果呢，自己反倒成了助攻。你们知道吗？最近连《纽约时报》这种以前逢中必反的左翼媒体都开始夸中国了。前2天发了篇文章，字里行间透着股焦虑，说什么呢？说川普跟中国达成的那些贸易协议根本没啥用，中美贸易早就在脱钩的路上狂奔了。但关键来了，中国不但没被打趴下，出口反而创了新高，而且还带着一堆发展中国家一起玩。美国这下真慌了。咱先来看看美国当初的如意算盘，想法很简单啊，我不跟你玩了，切断跟中国的贸易往来，让中国经济垮掉，然后全球产业链就都回到美国了。川普那会儿天天喊着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听起来确实挺带劲的，可现实呢，啪啪打脸。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确实在降，塑料制品下降16%，手机下降47%，电脑更狠，直接腰斩下降54%。看到这儿，你可能觉得美国这招挺狠啊，确实把中国给整疼了。但是朋友们，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始呢。中国企业可不傻，美国这个市场吃不到了，那就换个地方吃啊。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开始爆发式增长，对欧盟增长11%，这数字已经够刺眼了吧？但更狠的在后面，对阿根廷增长57%，对尼日利亚增长45%，57%和4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东西，1年时间直接翻了将近1倍。对非洲整体增长42%，对南美洲增长13%。翻译过来就是你美国不要，有的是人要。这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以前啊，中国企业习惯了吃发达国家的肥订单，利润高嘛，谁不爱赚轻松钱？那些亚非拉的订单呢，量小利润薄，就像排骨一样，有肉但要啃，费劲还不一定划算。美国也正好拿这个做文章，到处跟这些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很危险啊，是变相殖民你们啊。可现在形势变了，欧美的肥肉吃不到了，中国企业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扎根亚非拉市场。而且这一扎根就发现，这排骨虽然难啃，但架不住量大。咱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数字。2年前，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的电动汽车只有100辆左右，今年呢，数以千计。今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量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量的4倍，4倍啊，朋友们！这时候美国人才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过去全球就那么几个发达国家在餐桌上吃肉，其他穷国家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好了，中国带着这些穷国家一起玩，用低成本的技术帮他们快速实现工业化。一个中国就够美国头疼的了。如果再来10几个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那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还保得住吗？这才是美国真正恐惧的地方。但这还不是最让美国难受的，更要命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2个大块头现在已经完全绕开美元玩起来了。本周二，中俄财长对话的时候，俄罗斯财长直接官宣了，说中俄2国已经基本脱离西方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目前几乎所有支付都用卢布和人民币完成。这个几乎所有是多少呢？ 99.1%。也就是说，美元和欧元在中俄贸易里的份额已经降到了统计误差的水平，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45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24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 GDP 了。全球3大巨头里有2个完全绕开美元做生意，这对美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这种经济纽带一旦建立起来，比任何政治承诺都要牢固。为什么中美关系都差成这样了，有些事情还要好好谈，慢慢谈？不就是因为双方的经贸联系太紧密，不能轻易脱钩吗？现在中俄之间也是这样，过万亿人民币的生意在那儿摆着，这已经不是换个领导人就能轻易改变的硬核关系了。俄罗斯央行的报告显示，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显著上升，已经成为仅次于黄金的第2大货币。截至2024年末，中俄人民币互换协议的规模达到了1500亿元人民币，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是过家家了。
眼看着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坐不住了。美国人想明白了一件事，光嘴上说说不行，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要杀鸡儆猴，让那些跟着中俄躁动的小国家看看，跟着老大哥混没好果子吃。那鸡在哪儿呢？就在美国的后花园委内瑞拉。川普最近表示，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军事行动方案，包括攻击军事设施，甚至要派遣美军对马杜罗执行斩首行动。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美国人把计划都拆分成3个部分了。第一部分，直接空袭委内瑞拉的军事设施；第二部分更狠，派三角洲部队或者海豹突击队进入委内瑞拉，生擒或者处决马杜罗；第三部分，出动反恐部队夺取委内瑞拉领空以及部分油田的控制权。川普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虽然否认会对委内瑞拉开战，却强调马杜罗政权存在时日无多了。话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要动手。而马杜罗这边呢，已经开始向中俄求援了。根据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马杜罗拟好了一封给普京的信，请求俄罗斯帮助提升防空能力，包括修复之前购买的苏30战机、大修发动机和雷达，购买14套俄罗斯导弹。同时他还在协调从伊朗运送军事装备，需要射程1000公里的无人机。马杜罗还起草了一封给中方的信函，寻求扩大军事合作，请求中国公司加快生产雷达探测系统。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支持委内瑞拉捍卫其国家主权，中方也表态反对单方面滥用武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听起来好像中俄都很硬气，都要帮委内瑞拉撑腰，但问题来了，美国这招确实够狠的，选委内瑞拉来开刀可不是随便挑的。一方面，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有不少利益，俄罗斯国有公司直接投资3个委内瑞拉合资企业，每天生产10万多桶原油，约占委内瑞拉当前总产量的11%，每月产生6700万美元收入。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会对俄罗斯构成重大打击。关键是，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俄罗斯对海外利益明显心有余力不足。在叙利亚的崩盘过程中就看得很清楚，一臂之遥的地方都管不了，更何况天南地北的南美洲。俄罗斯也没有强大的海军来支撑这种援助。对中国来说，虽然已经开始布局委内瑞拉，但利益结合远不及俄罗斯深厚，也担心自己太过上头，让俄罗斯和美国都对自己起戒心。强出头没好处，还要担心出头了搞不赢，更是人财两空。所以很有可能出现代理人战争的大忌，一个代理2个头，谁也不会全力帮，最后导致惨败。马杜罗甚至可能像本拉登一样被斩首，这对于那些犹豫要不要跟随中俄的小弟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打这种全球战略局的时候，还是相当老道有章法的，以清理后院的形式向全球打个样，告诉大家美国的肌肉没有老，中俄这些愣头青也靠不住，关键时候不一定敢出头。如果马杜罗真被干掉了，那些原本想跟中国合作的发展中国家会怎么想呢？可能很多国家就会犹豫了，毕竟小命要紧啊。但话说回来，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美国越是打压中国，反而越促使中国开拓新市场，越是制裁俄罗斯，反而越把中俄推到一起。这种反向操作简直像是在帮对手做助攻。发达国家现在面临成本不断增高的困境，老百姓买个东西都贵得要死，而发展中国家却在利用中国的低成本技术快速崛起，迅速缩短跟发达国家的距离。这个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的全球第一产量，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产能优势不是一朝一夕能摧毁的。而且中国企业现在扎根亚非拉市场是真扎根，不是蜻蜓点水。这些市场一旦打开，想再关上就难了。所以美国现在是真的焦虑，一方面自己国内老百姓要忍受高价商品的折磨，民调支持率直线下降；另一方面眼睁睁看着中国在全球其他地方越做越大，
那些原本美国可以随便欺负的小国家，现在有了中国撑腰，胆子也大起来了。这种憋屈劲儿真是有苦说不出。所以接下来委内瑞拉这个局怎么走真的很关键。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命运问题，而是关系到未来全球格局的走向。美国想通过委内瑞拉来打断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势头，想告诉全世界老大还是老大，但中国这边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已经打开的市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誉被打垮。这就是个博弈，看谁更有决心，看谁更有智慧。复盘一下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出头策略，人家是等到最合适的时机，以最佳性价比打出自己的国家地位。现在中俄也面临类似的选择，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强势出头，还是战略收缩保存实力？这个决策真的很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的贸易战没能打垮中国，反而促使中国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中俄的经济合作已经深度绑定，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就能拆散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崛起，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看到这儿的朋友记得点个赞哦，咱们一起继续观察这场大戏怎么演下去。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